选择喜欢的饮料，加入并摇混均匀，然后就品尝。嗨，我是 P487，在这里会分享有关我跟各种游戏的故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和打开小铃铛。那么就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分享吧。PC、Nintendo Switch、手机游戏，在这些东西没有普及的时候，我们都在玩 Flash Game 网页小游戏。网页游戏基本上只要有网络的电脑都可以进行的游戏，硬体要求极低。那时我们主要会在几个网站玩这些游戏，像是 Facebook 啊、Y8、Miniclip 和很多不知名的游戏网站。Facebook 游戏，你没有听错 ，IG 还没有出来之前，我小学时 Facebook 就是当下最流行的。通常我们都在上面写经验自己的心情啊，抱怨谁借了我的文具还没有还呢，哪个老师今天给的作业很多啊，发牢骚的地方。到现在我都无法直视当年写的东西就是了。现在讲是只有老年人还在用的 FB， 当年可是有很多游戏可以玩的，像是开心农场、开心水族馆、Ninja Saga、虫虫特工队等等。那时候我们的娱乐消遣就是每当放学回家，我们都会用父母的手机或者家用电话拨打同学的号码，然后大家约几点一起上线，然后一起游玩。Alright， 今天我来分享几个当时我玩过且有印象的网页游戏，有些没有提到的是因为我没有玩过或者是不太记得了，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提起。在这边先说声抱歉了 ，Let's go。首先是 FB 上的 Pet Society 开心宝贝，我记得好像有2个版本，只是英文和中文的差别罢了吧。捏一个自己喜欢的宠物角色，然后你可以帮他布置房间啊、种花、钓鱼啊、做任务什么的。那时就是要把宠物还有各个房间都布置到漂漂亮亮才满意啊。有人还记得这个 BGM 吗？Oh my god！ 你们知道 FB 游戏当时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吗？就是你可以在游戏里和朋友直接互动，比如讲我直接选我朋友的宠物，然后就可以去拜访他们了。如果他们的宠物有苍蝇一直飞围绕着他们啊，我们是可以帮他们洗香香的呀。这个是我当年的审美观啊，捏出的宠物类一定要有金黄色赛亚人的发型，然后还有这个墨镜是必须的。Happy Aquarium 开心水族馆有几个版本，但我玩的是这款英文的。一开始会有一个小小的鱼缸和一只鱼，通过不断的做任务，会在后续解锁到更大的鱼缸以及更多稀有的鱼，要定时喂食，也要定时清理鱼缸还有换水。当鱼子成长到一段时间，是可以选择让它们繁殖的。隔天基本上在学校都会心不在焉，魂不守舍，恨不得马上回家看看新出生的小鱼宝宝。Restaurant City 餐厅城市，以前小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开店的梦想，在这款游戏里面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给你一家餐厅，椅子、桌子要怎么摆都是你的自由，但同时还得兼顾餐厅的营业，确保顾客都能开心的在店里用餐。我想这就是营业类型游戏吸引小时候的我的地方吧。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把我们的 FB 好友都抓来店里帮忙，让他们做厨师啊、服务生啊等等，非常有趣。Ninja Saga 忍者传说，那个年代刚好有这么一款与忍者有关的游戏，游戏里面有满满的忍者元素，像是各种元素：风、火、土、水、雷。每个元素的忍术都不一样，脑豆里面有些招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你可以捏一个在脑豆里面你喜欢的角色，也可以在里面参加忍者考试。这款游戏满足了那时有在追火影忍者的我，所以还蛮爽的，可以一边追火影一边玩忍者游戏。勇者之魂，那时我很喜欢玩的一款 RPG 游戏，我们扮演一位刚成年的佣兵，通过和别人进行对战而获取经验、金币以及各种素材，不断强化自身，从而成为一位能够独当一面的勇者。游戏里可以选择不同的武器，像是斧头、剑、拳套和飞镖。虫虫特工队，它是有点像 Angry Bird 的那一种玩法，用弹弓调整角度、力度，然后发射。我以前很常玩这个游戏，但是现在想回去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常玩了。可以和朋友一起组队，然后与别人对打。玩久了就会知道在什么距离要用多少角度、多大力度来射中对手了。Y8，这个应该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Y8.com 在我小学那时超级流行，当时要玩的大多数游戏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上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游戏，小游戏是多到只怕你找不到喜欢玩的游戏，里面有很多很经典的游戏。其实我还有玩过像是 Y3、Y5， 他们是差不多一个网站，只是有些游戏另外一个网站会没有这样。比较多人听说的就是 Y8 了，尽管你没有听过 Y8， 但是它上面的一些游戏可能你在一些其他网站是有看过的。Bartender The Right Mix 搞怪调酒师，开头那个调酒师的游戏大家小时候都玩过吧，它身后有很多不同的饮料供我们任意选择，加入适当的分量，过后可以选择加入冰块还是柠檬，摇混均匀后中斗西来哦。这时调酒师会品尝我们调好的饮料，最有趣的地方是它品尝后会根据我们不同的配方调出来的饮料而产生不同的反应。但你们知道这个游戏是有完美结局的吗？就是可以调出完美的饮料的配方。以前我以为这个游戏只是玩爽而已，但是在我查找资料做影片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游戏是有一个完美结局的。民间就有位高手分享了如何获得10245分的分数以及好结局。Dinner Dash 美女餐厅，这个也很经典。这个与刚刚分享的 Restaurant City 不同的是，这是真的在挑战你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安排好顾客他们的座位，点餐，把食物递给他们，然后每天都要达到指定的营业额。刚开始顾客少还好，但到了后期，等待的顾客就会开始变多。店里的位置也不足够的时候，这时就很考验我们的处理方式了。这款游戏还有蛮多系列的，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这个游戏，可以看以下的影片啊，这边有详细的介绍可以看一下了。Hot Dog Bush， 主人翁被踢出白宫，突发奇想打算卖热狗，游戏就开始了。也是一样，刚开始只要按照顾客的要求做出他们想要的 hot dog， 但到后面就不只是卖 hot dog 了，还会有要卖茶啊，卖薯条啊，卖汉堡等等，如果有一步做错，就得重新做过。顾客也会有耐心调，不能让他们等太久，不然他们就会生气走掉。这种卖食物类型的游戏其实蛮多种类的，只是卖的食物不一样而已。Office Level Kiss AKA 趁老板不注意搞办公室恋情，这是一个练习反应的游戏，趁老板接电话不注意的时候偷亲女同事。当你觉得老板要看过来之前，就赶紧停止就行了。要小心，如果被抓包就会重新来过，但如果一次没被发现，当你到达一定的分数后是可以通关了。Wake Boss 这个也是有很多个系列的，像是 Wake Boss 啊、Wake X， 会有 PC 等等。你如果对你现在老板不满意，玩这个就对了。你可以点击桌子上周围的物品，一切可以点击的东西都可以用来杀死你的老板。一共会有27种杀人的方法供你发泄，他死后也不用担心，因为会有一个神秘人帮你收拾，然后你又可以选择换另外一种方式杀过这个老板了。火锅，这是我偶然发现并爱上的小游戏。你是一个流浪汉，有天你在睡午觉的时候，突然被一名警察打扰，要求你这个垃圾必须离开。你很生气，然后暴打他一顿，故事就这样展开了。这游戏至今已经出了7代，从打警察打到去监狱，打到去特种部队，打到去外星人，打到去地狱，最后是打到去天堂的故事。Mini Clip， 我自己觉得比起刚刚介绍的前面2个，这网站应该比较少人知道。但 Bubble Pool 这个桌球游戏当时是在这个网站上面的。这网站我喜欢的一点就是大多数的游戏都有游戏奖牌的系统，就是当你在某款游戏获得了成就，它就变成奖牌，然后你可以展示在你的 profile 里面。你也可以和世界各地的朋友 PK 你们在那款游戏的最高分数。在那个时期，我蛮喜欢柯南啊、冒险小虎队，有关侦探的我都喜欢。有这么一款侦探的游戏，在那时是让我非常喜欢玩的，叫做《无侦探传说》。这是一款探索解谜的游戏，主角是一个长得像怪盗基德的无侦探。这游戏会发生很多离奇又不可思议的事件，我们要努力收集证据，找出凶手，他的作案手法、作案动机是什么，试图还原整件事情的真相。游戏里早期的一些离奇事件呈现的方式，其实对于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还算是蛮血腥跟恐怖的。这款游戏至今都已经有12年了，作者还在创作中。以上都是我13年、14年小学时期爱玩的网站游戏。那时没有玩 Steam 游戏，没有英雄联盟，没有手机游戏，就是这些 Flash 小游戏陪伴我的童年。不知道大家都玩过以上的游戏没有，还是听都没有听过？我其实蛮期待听听大家以前都是玩什么游戏的，欢迎大家留言一起分享。我是 Pieces87，See you when I see you，Peace。